大家好，我是李清泉，今天继续给大家讲那本来自过去的神秘笔记。那这本笔记我们之前知道是上世纪80年代四川北部一位神秘年轻人遗留下来的。那在上期视频中，我们讲了他的笔记中关于天道惩罚、修行起源、人间秘境的秘密以及法阵的运用。那由于话题极具争议性呢，在这期视频开始前，我们还是需要声明，本视频旨在提供全新的视角，带大家探索未知的世界，而非给出特定的答案。1981年9月20日，四川南部8月中旬，我来到了这个被群山环绕的偏远山村。这里的道路崎岖，只有几条泥泞小路与外界相连，偶尔有商贩来访，带来外面的消息，但更多的时候，村庄仿佛被这个世界遗忘。我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玄黄秘境的线索。这里的村民靠种地和养家畜为生，日子过得单调而艰辛。夜晚，只有虫鸣和远山的风声相伴，整个村庄在寂静中沉睡。那就在这里，我遇见了他。他是我见过唯一一个对我没有戒心的成年人。初次见面，他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衣服，笑容却如阳光般耀眼。也就在那一瞬间，驱散了我长期修行带来的孤寂感。他独自照料着残疾的父母，生活艰辛，却整天乐呵呵的，好像这人世间的任何苦难都无法磨灭他的热情。他对我的修行充满好奇，常常来找我询问关于符号和自然力量的奥秘。那尽管老师曾告诫我不要对他人提及修行之事，但面对他的干净纯粹，我无法拒绝。我们常在村口的老树下见面，他坐在树根旁，聆听我对符号力量的解释。他说他渴望有一天走回大山，看看外面的世界，而在他的陪伴下，我的内心深处的孤独被慢慢的融化，他成为我修行路上一道意外的光芒。那为了让他开心呢，我偶尔会展示一些符号的小把戏。在无风的日子，我通过符号引导气流，轻轻地吹起他的发丝，让他感受自然的低语。如果说此刻的我有私心，那我是想借自然之手轻抚一下他的发丝。每当他发出咯咯的笑声，我的心中便越发温暖。在那些月明星稀的夜晚，我会偷偷带他进入森林深处，用符号之力让我们攀上最高的树顶。符号的力量不仅仅是操控自然，更是与天地交流的手段。我能感受到树木对大地的依恋，星辰对天地的眷顾，一如我对他的情感。我们坐在树顶上俯瞰整个山村的夜景，看星空如瀑布般洒下，他总会感叹好美，如果我们能置身星空，那该有多好。我默默地听着。他又轻声问，外面的世界真的有比这些树还高的房子吗？我回答有的。有机会的话，我会带你去看看。他会因为这句话眼睛闪着光，那一刻我意识到这个承诺或许将成为我最深的羁绊。离别的前夕，我问他想不想看星光环绕在我们身边。那是古籍中描述的奇观，运用符号之力可以短暂感受天地的能量。我在地上布下符号阵，蓝色的微光升起，与星空相应，如同星光织成的丝带在空中摇曳。他看着看着居然哭了，他说这就像梦一样，美的让我舍不得眨眼。也只有在这一刻，这个女孩才会展现出内心的脆弱，她是那么的让人心疼。我也渐渐意识到自己对她的情感无法简单归于修行者对凡尘的怜悯，这像是一种更为复杂的情愫。她的存在似乎唤醒了我体内那个有血有肉、有七情六欲的自己，但修行的身份又时刻提醒我保持距离。老师总说，情感是修行路上最难以逾越的羁绊。那在我准备离开继续寻找玄黄秘境的那天，我送给他一块符文石，刻有象征保护的符号，基于我对符号的深刻理解而制作。他接过去时，我看到他眼中的不舍，他轻轻握住符文石，仿佛握住了我告诉他总有一天我会带他出去看看的承诺。那我望着他的眼睛，好想抱一抱他，但我只能将情感深埋心底，转身离去。老树下，他的目光追随我的背影，直至我消失在蜿蜒山路的尽头。那块符文石是我留给他的守护，也是我无法言说的深情。1981年9月28日，81年秋季，我继续在四川南部的群山中游荡，寻找玄黄秘境的线索。离开他的村庄后，我一路向西，山风带来了凉意，大自然的苍凉与浩瀚让我心生敬畏。原路的能量微微波动，直到我远远望见一个散发着不祥的气息的祭坛，这是一种我不熟悉的能量。那我出来前，老师曾警告我，这片地区隐藏着许多神秘力量。眼前的祭坛让人不安，每一处细节都像对自然秩序的亵渎。它坐落在空旷的山林中，似乎被刻意隐藏了。但我在空中看，却意外的显眼，因为中央是一块巨大的黑色石板，周围环绕着8根
不准确的说是4根，2根为一组，不知什么材料制成，刻满符号的柱子，在阳光照射下透着暗红的微光，就像在跳动。符号连接一个能量网络，外围是一圈不规则的巨大石墩，将祭坛包围的密不透风。我远远的能看清几个大的符号，但这些符号并非一般人所能理解。如果我没有看错，它们是古老而神秘的符骨印，据说起源于元灵消失的年代，有一群堕落的修行者创造。他们相信符号可以不受约束的操控力量，甚至扭转生死。老师总说，符号的力量必须遵循自然的规律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那等到夜晚，我打算靠近一点去观察。靠近后，我发现石墩上还立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：“此地非凡俗可居，请勿靠近，恐招厄运。若是修行之事，当体悟大道悟境之理，犹如雄鹰搏兔，以天择之法探寻天道奥秘。”这个祭坛的能量循环不像符号之力那样缓慢，而是如同巨兽在喘息，急速而扭曲。柱子与黑色的石板相连，每根柱子上都有塑魂符，控制着能量的流动。这意味着一旦灵魂被捕获，能量便被传导到石板上，转化为禁忌的力量。我查了半天，发现他用的法阵的确是阴魂技。阴魂技是一种源于古老修行的禁忌之术。多道者认为，少女的灵魂蕴藏着神秘的力量，尤其是在调和生命力与灵魂之间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，被视为阴阳平衡的关键。其柔韧而强大的阴性能量，既能滋养，也能安抚，并且少女的灵魂天然带一种被称为虚元的能量，也就是生育能量，赋予法阵自我修复和再生的奇效。越是纯洁，精神力量就越会为祭坛提供稳定而强大的支撑。一旦被束缚，少女的灵魂潜意识中对家庭的思念与迷恋会化作一种强大的愿力。那堕道者正是通过扭曲这股情感或是愿力，将其转化为推动法阵的动力。只要灵魂不散，法阵就有效。这是所有利用符号引导元落的法阵做不到的。那么通过阴魂技，他们不仅追求这种源源不断的力量来突破瓶颈，也是利用凡人的生死边缘试探天道的境界。那有的修行者通过苦修与内省理解天道，顺应自然；堕道者则是通过捷径掌握和控制力量，且不惜一切代价。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真的会在这么做。那就在这时，我突然感受到森林中弥漫着一股奇怪的能量。这时候我决定扩大符号之力的感应范围，一探究竟。除了自己踩在落叶上沙沙的声响，我似乎还能听到耳边若隐若现的低语。这些低语像是诉说某种未解的悲鸣。我走到距离祭坛约1000米的地方，看到一个瘦弱的流魂在徘徊，身上散发着淡淡的冷光。那是一个约莫20岁年轻的女子的灵魂，面容憔悴，眼中写满恐惧与孤独。我大声喝问：“你为何在这里？”他没有反应，只是飘向我，仿佛找到了依靠。我通过符号之力尝试与他沟通，但他似乎被困得太久，亦或是被折磨过度，已失去了人间意识。此时的我只能闭上眼睛，全神贯注，试着通过他的灵魂追溯他的记忆，但他的记忆如雾般游离，我只能凭借微弱的联系，勉强看到这些记忆碎片。我看到他几年前迷失在山中，因饥寒交迫而死，而他的灵魂被困在这里，但并非只是迷路，而是被某种力量引诱。因为我看他倒下的最后一刻，画面中隐约出现一个模糊的身影，仿佛是他迷失的罪魁祸首。这时的我已经明了了，他是堕道者的目标，被设法引入绝境，并在他绝望的瞬间利用法阵困住他的灵魂，通过符号与游魂之力强取元落能量，为他们所用。但他为何能徘徊于此？我猜测可能是因为他的愿力太深，未完全禁锢。然后就在我准备退出他的记忆时，他似乎在极度痛苦中找到了一丝自我，因为我感应到了他微弱的信息：求你结束这一切，我受不了这无穷无尽的折磨了。也就在那一刻，我决定帮助他。也许是我不忍心让他继续受苦，或者是我想起了阿瑶。无论如何，我无法袖手旁观，他的痛苦让我深感不安，眼中的恐惧与孤独激起了我的怜悯和愤怒。我必须让他解脱，如果这也算是我违背天道，我无话可说。饮食夜与日交替之际，也是堕道者法阵最为虚弱的时刻。我来到祭坛，布下符号阵，引导森林中的元弱能量。但此地的元弱能量特别紊乱，我只能尽力引导与之抗衡。符号阵激活的一瞬间，一帮游魂的哀嚎充斥四周，空气中充满了压抑与绝望，至今回想仍让我心有余悸。我尝试用符号之力触碰祭坛，突然整片森林开始动荡，狂风呼啸，树木摇曳，落叶四散。我知道这不是一个好兆头。
就在此刻，法阵的主人似乎察觉到了我的存在，因为突然法阵里所有的灵魂都快速集中到刚刚向我求助的游魂身上，他的身影瞬间被撑成一堵黑雾，足有15米宽、20米高。他的哀嚎中扭曲，我能感受到他极大的痛楚。我别无选择，我只能将紊乱的元乐能量集中到符号阵上，将所有的灵魂一并包裹，然后打散。我感应到他的恐惧逐渐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前所未有的平静。我知道他终于解脱了。堕道者的法阵失去了灵魂的支撑，被我彻底摧毁。整个过程如同一场肃穆的仪式。我站在废墟中，望着破碎的祭坛，内心涌起一股无法言喻的悲伤。我不知是为了我自己，还是为了那些无辜的灵魂，因为我知道堕道者总是会卷土重来，但至少这一次我解放了这些无辜的灵魂，他们的痛苦终于解脱。1982年5月11日，四川北部。自打西藏的玄黄秘境归来，我已许久未曾记录，纵使我百感交集，却又不知从何说起。但正如我笔记开篇所写，我希望在笔记的最后几页里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，不再心怀恐惧，所以我还是决定将这一切记录下来。那天我不是从西藏赶回来吗？急着想问老师关于玄黄秘境毫无线索的事情。但就当我快到大连山交界处时，我的心中突然生出一种无法抑制的悸动，我忍不住的想要去看看阿瑶。也许只是想告诉他，见完师傅后，我就会带他出去走走，兑现对他的承诺，然后让他回归平凡的生活。当我抵达他家时，却看到村民聚集在一起，气氛凝重。我心中一惊，知道出事了。他的父母满脸焦急地告诉我，阿瑶几天前突然失踪了，再也没有回来。村里的人找遍了附近的山林，依然毫无踪迹。当时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但很快我想到离开时送给他的守护石，借助符号之力，我或许能找到他的下落。那我立即在村边施展符号之力，在山林间游走，感应守护石的能量波动，最终在一片森林深处感应到了微弱的脉动。我循着指引深入那片森林，随着前行，我发现此处颇为诡异。当地传说进入此林者必将迷失其中，但守护石显示他就在这里，他明知道危险，为什么还要来？这时候那种不祥的预感使我知道堕道者出现了。最终我来到一片空地，眼前是一个祭坛，祭坛中央布满阴性符号，周围是一圈细柱组成的栅栏，但是每根柱子上立着姿态诡异的木雕。栅栏中央有一口大缸，而他就倒在缸旁，他的食指穿过了栅栏的缝隙，露在外面。显然他是被引诱上山，最终在饥寒交迫中倒下。堕道者在此设下法阵，他成为了第一个灵魂，也就是引子。看到这一幕，我的愤怒几乎要将我吞噬。我立刻明白了，还是那个堕道者。这些塑魂符显然是夺取他的灵魂并强行压榨而布置的。我急忙想将他救出。这时，一个既年轻又苍老的人从林中缓缓走出，出现在我面前。他身穿很华贵的袍子，脸上挂着慈祥但诡异的笑容，询问我。他说：“你上次毁了我的祭坛，这次我选择了与你有关的人，冥冥之中自有宿命，你又何必阻止天道的抉择？”那时候我只想救出阿瑶，并没有仔细思考他的话。我全力引导符号之力，召唤森林中的元弱能量，但它也在一步步逼近。空气中的能量波动越发强烈，就像整个天地的能量都压迫在我自己一个人身上。我只能用符号之力与它对抗，但它的力量诡异非常，似乎不受任何常规的约束。这时候我观察它的能量，与我和老师引导出的能量颜色不同，带着暗绿色，充满了压迫，轻易地压制着我。我勉强只能够阻止它靠近，却毫无反击之力。就在我几乎绝望的瞬间，我想起了老师曾教导我的：当你感觉到自己无法抵抗时，试着放开对符号之力的控制，和天地元乐融为一体。元乐的主要脉络是不断流动的，其余都是零散的。我们现在使用的力量，就是利用符号尽量引导这些元乐能量，形成自然之力。我尝试缓缓放开对符号之力的控制，瞬间，森林中的元乐能量如洪流般涌来，与我的符号之力交融。这个方法其实不复杂，就是度比较难以掌控。只要你不再死死的控制，元洛就会察觉到危险，拼尽全力把周围所有的能量引导过来为你防御，连界限之外的也不放过。也就致使我的能量变得更为强盛，与它的暗绿色能量强烈碰撞，它逐渐加大力度，试图压制我。但此时元洛的力量站在我这边，很快就把它的能量逼退了。他显然意识到了我的变化，动作变得急速，试图尽快突破我的防御。但这次我不再只是防守，在元洛主动引导来的能量支持下，
我瞬间收回符号之力的控制，果断反击，将他逼入绝境。那就在我准备施展最后一击时，天际突然传来了一阵震耳欲聋的雷鸣，仿佛天地在宣示某种不可抗拒的力量。一道闪电骤然劈下，击中了我们之间的空地，巨大的冲击将我震退。我惊愕地望着眼前的一切，感受这股力量超越了修行者能力，也绝对不可能是他的力量，根本就是来自天道本身。他趁机迅速引入森林，仿佛从未存在。我愤怒而无助，符号之力在神秘的力量冲击下彻底瓦解，我根本无法追击。并且他在跑前还给我留下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天行有常，不为饶存，不为桀亡。终有一天你会明白何为真正的天道。”那等我缓过神来，转身看向阿瑶时，发现他的呼吸已经极其微弱，身体受到了重创。刚才那股力量连我都勉强承受，何况阿瑶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他本就奄奄一息啊！我浑身止不住的颤抖，将他抱在怀里，查遍所有方法。就当我试图用符号之力治愈他，却发现那时的我已经无法控制任何力量。此时他微微睁开眼睛，似乎想说些什么，但最终只是轻轻吐出了一口气。眼中的光芒渐渐消逝，我呆呆地抱着他，心如同被撕裂一般。我一直坚信天道至少是正义的，但眼前的事实让我无法理解，为什么天道的力量会救一个堕道者？为什么正义的力量无法保护我珍视的人？为什么连一次我拯救的机会都不允许我使用？那时我的内心的愤怒和疑惑已经到达了顶点，我第一次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深深的怀疑。我将他抱下山，还给他的父母，只说他在山中迷路，不慎坠崖，因饥寒交迫而死。我匆匆离开，因为我再也无法面对他们的悲痛。我是一个懦弱的失败者。回到北部，看到老师的瞬间，我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悲痛，对他说：“老师，我的心仿佛被撕裂了一般，无法呼吸。我一直遵循您的教诲，坚守天道的规矩，可这些真的都是对的吗？老师，我求求你告诉我好吗？”但是老师并没有说话，这是他第一次没有告诉他的学生答案，只是心疼地看着我。从这一刻，我知道要自己去寻找答案了，弄清楚何为真正的天道。我再也不愿意去做天道的工具，也不再盲目服从那些所谓的规矩。我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路，去守护我所珍视的一切，哪怕这意味着我必须放弃多年的苦修和所有力量。真相也只能由自己揭开。如果有一天我因此而殉道，也不值得为我悲伤。1982年5月11日。那好了，这期就这样了。今天我不想总结了，里面更深层次的意义你们自己去发现吧。如果这引起了你的兴趣，或者你有任何见解，咱们评论区交流。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开启通知，确保你不会错过任何的精彩内容。感谢你的观看，那我们下个视频见。